今天啊，我来聊一件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啊。这件事情虽然跟我自己有关，但又不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跟台湾的中华民国移民署之间官司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今年1月份啊，台湾总统大选啊，我呢到台湾做报道。在做完报道之后，即将离开台湾之前呢，我呢参加了台湾的一档政治性的脱口秀啊，叫《贺龙夜夜秀》。1月20号的时候，1月21号呢，我就从台湾回到日本了。这个节目在1月23号在 YouTube 上播放了。没想到啊，1月24号，台湾的移民署啊就宣布，我由于违反了台湾的观光许可办法啊，从事了跟观光目的不符的活动和工作，对我的签证予以吊销，而且呢，5年之内不能再以观光的名义进入到台湾。这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又经历了这个铺天盖地的网暴啊，我们公司的地址啊、法人的姓名啊，通通被人曝光在网上啊。导致呢，我们公司不得不搬家。我呢自己啊，当时啊也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就在今年春节期间呢，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陈俊翰律师呢，因为一场感冒呢就离开了人世。我呢也因为啊那个当时啊承受的那个巨大的压力啊，也在日本呢住院1周。应该说啊，那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我所经历的一切，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那些电影情节中间都拍不出来这样跌宕起伏的这种命运转折。这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当时啊，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不能这么结束，我要讨一个说法，我要在台湾打官司，我要跟台湾的移民署啊，要对簿公堂。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所有这件事情，台湾移民署对我的处罚，其实就是一场基于政治言论的政治迫害，根本不是因为我违反了所谓的观光管理条例。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期节目啊，就是《贺龙夜夜秀》这期节目啊，23号在网上播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有什么不同的反响。当时呢，在23号的下午的时候呢，台湾有一个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叫张志豪，他首先啊，在这个一个社交网站上发表言论，他说一个中国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3道4，然后你这个节目组，你主持人，你只道个歉就行了吗？话说当时啊，贺龙夜夜秀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就连不迭的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把我在节目中间啊所谓的那段讽刺残疾人的片段给剪掉了。其次呢，他们中间有一个节目主持人还在网上专门道了歉。那这个张志豪也不依不饶啊。那么当时看到这句话，我为什么非常震惊呢？因为这段话我很熟悉啊。因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毛宁不经常面对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你们了解中国吗？你们去过中国吗？你们凭什么对中国的事情说3道4啊？”言下之意，你其实没有资格对中国的事情进行随意的批评，你只有表扬的权利，你没有批评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现在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说我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3道4，言下之意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运作提出批评呗。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台湾的民主制度它本身就包括了对民主运行过程中间各种现象批评的权利。如果一个民主的制度不允许批评的权利，那它还是民主制度吗？那就不是了，对不对？虽然我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那么我到台湾看到了总统的选举。那么这选举过程中间，我们一方面称赞台湾的民主制度运作的成熟，但是看到有一些我认为不是特别好的现象，那我也有权进行批评嘛。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不有保障言论自由吗？所以民进党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当时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极为震惊。但是紧接着下午的时候，他接受媒体采访，以民进党新闻发言人的名义接受媒体采访，对我的行为予以谴责。而且他谴责的时候做了一个转换，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说我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3道4，但是他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说我讽刺台湾的民进党的那个候选人陈俊翰，说他是残疾人，说我讽刺他。脱口秀节目邀请他国人士评论台湾的选举，更以善笑的方式来影射站台人士。民主进步党对此恶意言论深不以为然，并予以强烈的谴责。支持障碍者平权一向是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不会因为单一评论者的影射以及片面的评价而有所改变。说对这种行为予以谴责，做了一个转换。
那么当时台湾媒体也爆炸了，很多人都在批评我，很多台湾的电视台都在批评我，讽刺台湾的残疾人。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台湾有一家媒体给陆委会打电话，说王志安拿着旅游观光签证到台湾来做采访，不违法吗？陆委会也非常重视啊，当即就给这个媒体啊做了一个书面回复，说他们已经问了台湾的移民署了，说移民署已经回复了王志安这个行为啊就是违法，马上要对他进行处理。结果当天傍晚，也就是24号傍晚，移民署就对我进行开闸处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清晰的链条。先是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我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三道四，然后呢，他以民进党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对我予以谴责。然后陆委会呢给移民署呢询问，然后移民署呢没有公开之前，陆委会已经先行公布我要被处罚。这不是政治迫害是什么？这不是政治操弄是什么？这是我违反了台湾的观光许可办法吗？显然不是啊。所以我想打这个官司。为什么我也想打这个官司？因为在我看来，我维护的不是我个人的权利。因为台湾社会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几十年来政党轮替以后啊，它已经步入到了民主的一个常态运作。但是民主不仅仅包括着选民投票，不仅仅包括着政党轮替，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法治。这法治里头啊，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要保护少数因为不认同主流民意的那种声音发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基础，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啊，也有可能因为投票所产生多数暴政，也有可能因为投票制度呢，它产生了那种少数权利不会被维护。所以我维护的不是我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到台湾说话的权利得不到维护的话，那么作为很多台湾人，他们终有一天也会失去这项权利。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天电视台？那前几年因为换照事件，我觉得中天事件跟我这个事情就非常相似。那么当时的 NCC 就指责中天说，你自己就报道不实新闻，不实新闻你自己又没有一个审核委员会能够行使这样权利，然后呢，你有可能受到你的股东对你的影响，于是要对中天进行处罚。但是同样，台湾的电视台大家都知道，造谣的多了。台湾的那很多媒体有多少信息是假的呀？但是为什么唯独拿中天开刀呢？台湾曾经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就是当时 NCC 开闸中天新闻的时候，中天电视台的时候，到底是一种政治操作、政治操弄，还是说 NCC 的确处罚公正呢？80%的人认为，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民进党政府认为中天就是一个红色电视台，亲共、亲中国大陆，所以对它进行开闸。最后呢，那么中天的那个牌照没有被换，就被吊销了这种电视的执照。那2023年的时候呢，中天又重新起诉重新上诉呢，又赢得了这个官司。但是赢得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呢？因为电视台的那个频段已经给其他人了，中天呢不得不委身于 YouTube 来播放自己的节目。所以在我看来，其实这些用政党利益操作的这种做法，它不仅仅事关我王志安一个人，它也事关台湾的少数族群，台湾的那些非主流民意，台湾的现在暂时得不到执政党认可的那种声音，你都有可能受到侵害。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但是说句心里话，打这个官司不容易。为什么呢？有很多的障碍。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你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法律就规定两岸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的事故不受行政程序法的约束。什么意思呢？那台湾的行政程序法那规定，你要处罚一个人，你要让这个被处罚的人呢，你要先陈述意见。你要处罚我，那你得听听我解释吧，对不对？但是由于涉及到两岸之间往来的事务，所以两岸人民之间的管理条例就规定不受行政程序法的约束。那么其实移民署处罚我，他可以不听我的辩解。那么整个行政程序法对我来说就失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严重的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时移民署这个处罚，它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你比如说，当时我去台湾的时候，那不是台湾也有那法轮功的观选团吗？吴建民组织的吗？这些观选团在台湾期间，他参观台湾的大选，也频繁的上节目，也频繁的发表言论，但是没有任何人处罚他。不但没有处罚，台湾的行政院长游锡堃还亲自宴请他们。是
立法院的游锡坤院长宴请我们，非常感谢游院长。你站起来，我也要站起来，你要滑回来。现在游院长在为每个人敬酒，跟他们推杯换盏，然后呢，他们还去总统府去参观，跟台湾的那些政党人士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友好交流。这是不是选择性执法？显然是。这种选择性的执法，我们在大陆非常熟悉，我们被称之为叫从严立法、普遍违法，然后选择性执法。所谓选择性执法，就是看你不顺眼了，我就处罚你；你听我的了，我就不处罚你。反正大家都违法，我处罚谁，我就完全是随我自己的意愿。但是问题是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行政诉讼过程中间，我们只能要求的是一个合法的平等性，不能要求不法的平等性。就是如果法律认定我这个行为是违法的话，那么他即便是不处罚那些法轮功的大 V， 我也不能以这个理由去申诉我的权利。事实上，那些人根本就是不处理嘛，那不是怠于处理，那就是跟他们的政治合谋。事实上，当我这个事情被处罚的时候，很多人就去问呢，移民署啊，还有很多台湾的人去举报他吗？所以这一点我当时特别感动。就许多台湾人看到了民进党政府对我的处罚，看到了这是一种选择性执法，就到移民署去举报，就到台湾的劳动部门去举报。您好，我想要举报。你好，请问要举报哪里？就是呢，前一阵子的台湾大选的时候，国外有一些那个华文自媒体来台湾观选这样子，然后他们上了一些节目，然后据我所知，他们是没有拿工作签证的，可是还是上了节目拿通告费，并不符合他们来台湾的签证的资格。你是说台湾大学的学生上节目拿通告费？台湾选举的时候，国外的自媒体来台湾，国外自媒体来台湾，然后上通告拿那个费拿那个报酬就对了。对，是的。好，那请问你这个检举有证据吗？有证据，要可以提供吗？有的，在网络上都找得到这些他们上节目的资讯。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方便来我们这边一趟，把这个所谓的一些资料可以交给我们吗？交资料给你们是吗？对，交这，并且就是我们这边当面对面问，这样比较清楚。这样比较清楚 ，OK。对，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因为你电话讲，我们这样子可能空口无凭嘛。那如果说你能来我们这边亲自把资料交给我们，这样子立案也有比较有个基础。那我想请问一下，这种举报通常要花多少时间来做处理，就是到他的行政处分下来？因为你这个并不是我们一般针对在台湾的失联移工，就是外国籍失联移工来做的检举啊，是针对有外国来台湾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或工作来做检举，对不对？是的。对，那可能我们这个立案调查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因为这个毕竟也不是只有我们移民署这样认定就是 OK 的，可能还要去跟劳动部去跟一些那个观光局他们去认定说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合法的。好的，那但是我另外想请问一下，就是呢，前一阵子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前，就是有一位来自日本的中国籍的媒体人王志安先生，也是上我知道，对，上新闻的对，然后他被检举嘛，那我一样是同样的状况，就是跟我现在要检举的这些人同样的状况，为什么他的处理是隔一天就处理，移民署就直接发布了他就是对他的处分？那个先生，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王志安事件，我也是从那个电视上那边新闻看到的。是的。那我不确定他的流程是不是跟你一样，因为有些事情是从基层往上报，有些东西是从长官那边往下叫下面去处理。你这样你了解吗？那就是你下对上跟上对下，那一定是速度不一样嘛。所以他那个隔一天就处理了，基本上应该就是上对下，而不是被别人举报，像我这样子的，对不对？应该说那个先生你应该也是有工作嘛，我这样举例，你先生应该有工作嘛，对不对？是。对，
对，你在你们公司，你觉得是长官交办你的事情速度比较快达成，还是你下面要做什么事情跟长官通报之后，你再做，这样哪个速度比较快？哦 ，OK，一定是上对下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王志安先生那件事情应该是从上对下去做执行的，因为比较快嘛。对，一定是我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案件内容，但是我看他那个新闻上面报道，1天以内能完成，应该是指说他们有其他单位可能高层，他们像我们那个移民所的高层这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迅速去做回应。要不然你想按照一般公司或者机关内部的流程，我东西要上签什么什么之类的，还要跟长官报告东西，然后可能1天内就完成。是的，我理解了。好，结果那个人录音里还讲到了，为什么我的事情被雷厉风行的处理，就是有上峰的旨意，就是处理了嘛，上峰的旨意要处理我嘛，对吧？而且台湾还有一个媒体人，当时也在节目里头讲到，他叫黄阳明吧，他就说，当时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到台湾去做节目，也做节目了，也上了一个年代向前看呢，当时就有人举报到了移民署啊。如果按照他们这个标准的话，那我当时不就违法了吗？对不对？结果呢，他的解释就是说，他的爆料就是说，当时有上峰，有上级官员跟移民署的人说，不要处理。王志安先生他来台湾是最近这3个多月来了2次，一次是在去年10月，一次是在这一次他来14天，他现在已经回日本了，那前一次的时候他有去上一些好像3例。年代，就是说他上一些政论节目。对，那当时就我的了解啊，移民署当时有接到一些检举。可是没有处理。那时候选前没有处理。10月份的时候，10月了解份他第一波的时候，移民署就有关注这个事情了，就有想要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他为什么可以上节目。就是他这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使用观光签证做不符合观光签证的这个目的的事情那尤其因为他是中国大陆人，就一般来讲外国人我们会比较宽松。那如果今天是中国大陆来的话，他是中国人士的话，我们对政府会比较关切。可是就我的了解是，那个时候移民署被交代就不要处理。结果因为他这个陈俊翰律师的这个言论失当的这个事件延上嘛，整个民进党一堆人开始出征，包括很多的民进党公子都开始。王义川。对，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因为其实这个王志安先生他自己在自己的影片，他刚好有录下一段跟这个沙泰尔工作人员的互动他就说我是观光签证，所以我不能领你们的这个演出费用。他自己都已经证明了他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移民署昨天很快就认定了。很快就说他是5年内部的，其实那个规定5年是最重，最重是5年。那为什么第一次罚就罚最重？是就法论法，他违法，他应该被处罚。但是之前的行为为什么不处理？而是到他得罪了党，突然该杀的这种12道金牌就出现了。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该有的一个态度。如果今天你去年10月就已经警告他了，也许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就是选择性，因为一开始他来台湾，他都在讲批评中国大陆的内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时候风向好像是对的。不过我必须讲，可能有一段话是他在夜夜秀里面讲的，让党特别不高兴。因为贺龙他们有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是你觉得比较欣赏的？他说柯文哲。原来是支持错的人，对不对？支持错了人，这不就是选择性执法吗？是吧？赤裸裸的选择性执法。但问题是在台湾的行政诉讼过程中，选择性执法不能成为我申诉自己的理由，因为我不能追求不法治平等。也就是说，那个人闯了红绿灯，警察没处理；我闯了红绿灯，警察把我抓到了，处理了。那我不能以那个人你不处理，你只处理我为理由来要求不处理我，因为就是我违法了嘛，法律就是认定我违法了嘛。所以你看到了吗？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是赤裸裸的选择性执法，但是呢，我们却不能以这种不法之平等的权利去追求这件事情，去来伸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对我来说呢是非常之困难。但不管怎么困难吧，我其实在今年这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坚定的开始走上了诉讼之路。这诉讼要说也不容易因为那个一开始，这个就遇到了第一关，什么关呢？就是我在台湾要聘请一个律师，但聘请一个律师，按照《两岸人民管理条例》这个律师要做认证。那当时
台湾的移民署就要求，不是移民署，就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行政院的一个叫诉愿委员会，是吧？上级机关嘛，他就要求我们啊提供啊，就是我在台湾聘请律师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必须要是到大陆的海基会去认证。那当时我们就难了，你想想，让我回大陆去做这个一个律师的认证，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啊，我现在在日本工作，我根本不敢回大陆，我为了打这个官司，我还要回大陆去，那你想想，你不是要把我置于一个更大的政治风险中吗？后来我们就一直跟他们沟通，最后啊，他们算是豁免了这个义务，就要求我在这个台北驻日本的办事处啊，这个去办一个认证就行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当时有2次去台北驻日本的办事处啊去做认证，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就在想办法怎么去跟台湾这个移民署打这个官司。按照台湾的法律规定，首先这一步你不能直接起诉，你得向他的上级机构去发起一个诉愿，在大陆呢叫行政复议。如果这个诉愿的结果要驳回了我们这诉愿的结果，我们才能到法院去起诉，就要先跟他上级机关去反映。所以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诉愿。那么在诉愿过程中间，我们就面临了一个依据台湾的法律条款进行一个技术性的分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那种政治迫害也好啊，政治裁决也好，政治操弄也好啊。那么我们既然走到诉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里，我们就必须依照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去弄，去进行博弈，双方进行这样的一个针锋相对。那么现在移民署的理由是什么呢？移民署的理由就是说我违反了观光许可办法中间的条例。这个观光许可办法就是说不能从事跟观光目的不同的活动和工作。那这里首先要讲了，我当时参加贺龙夜夜秀这件事情算不算工作？那在我看来不算。为什么不算？因为第一我也没有拿报酬，当时他们要给我报酬啊，我没要啊，是吧？因为拿报酬的话就显然就是工作了，对吧？那么没拿报酬，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工作不拿报酬也算是工作。你比如说你做义工，做义工呢就是属于工作，但是你没有报酬，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说我当时参加贺龙夜夜秀不算是工作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大街上，我就看完总统的大选，我就说，哎呀，这国民党不行啊，让这民进党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就一大堆媒体都围着我，咔开始给我摄像，是吧？摄像的过程中间，他们拿去播了，我这算工作吗？肯定不算吧。一大帮媒体拍我，我说我是个中国大陆的人呢，哎，我觉得台湾民主制度太好了啊，民进党太好了，华人之光，民主之光啊，这个守护台湾，加油！他们拍下来在电视台播，不算工作吧？这种情况我就在大街上说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电视台的人，比如3立电视台的过来跟我说，哎呀，王局你说的太好了，能不能到我们演播室来说一下？我邀请你到演播室来说一下，我给你点钱。我说我不要钱，我只是想说说话。他说那可以，没问题，你不要钱更好啊。就到了演播室了，到了演播室，他让我重复了一遍，啊，国民党不行，民进党台湾之光，台湾民主，华人之光，全世界人都点赞，算工作吗？不算吗？跟我刚才不是在大街上说的一样吗？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吗？又说了一遍吗？那么这个电视台他把我的这个内容播放出去，那是他们的，盈利也是他们的，我也没有盈利啊，对不对？都不算，是不是？因为此前我在年代向前看那个节目里就是这么做的，也不算工作，对不对？结果这个时候我又补充，我说姐，我说完了这段话，我还想再补充点内容。补充什么内容呢？我说虽然台湾是华人之光，但是呢，这个华人之光啊，好像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月食日食啊。这个还有一些补充的说法，就比如说选举的过程中能不能别花这么多钱，然后选举的过程中能不能别唱歌跳舞啊，就是别利用残疾人来搞选举。结果这个时候就变成工作了。这是工作吗？我理解不是工作，这是一种言论表达。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我整个参与这个活动的核心本质，我们这个任何立法，我们要考察一个人行为的核心本质，这个本质我是到那去工作吗？不是啊，我只是在做一种言论表达。而这种对我这种行为的惩罚，就是一种事后追惩。这种事后追惩惩罚的不是我这个行为，就是我的言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台湾当时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时候，韩国瑜和蔡英文都上了伯恩夜夜秀，这2个人都没有拿报酬，而且还给了伯恩夜夜秀钱啊。后来他们都承认了嘛，伯恩夜夜秀收了韩国瑜的钱，收了蔡英文的钱。那我想问的是，那韩国瑜和蔡英文上伯恩夜夜秀算是工作吗？不算吧，顶多能算是一个竞选活动吧，对不对？就是他为了竞选搞的一个竞选活动，能算工作吗？不能算呢。那为什么他这个不算工作，我这就算工作呢？我认为我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我在大街上说这段话不算工作，我到了演播室说这段话就算工作了。我们再换一个说法啊，再换一个场景。假如说我到了那个贺龙夜夜秀那天，我不是去在舞台上直接去邀请他，我是在底下买了一张票进去的。买了一张票，我看节目，看节目的过程中他是互动，主持人贺龙说：“哎，那底下有一个人想发言吗？”哎，我一举手，他说：“那王先生你上来上讲台上。”他问了我2问题，那我算不算工作？我买了一张票进去，我先听了这段话，然后我就现场他问我，邀请我上讲台，我说2句话，就算工作了吗？荒唐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对工作的界定显然是有问题。所以在我们看来，其实我当时去参加贺龙夜夜秀，只能算是参观台湾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国文物制度、政教习俗之行为。因为观光里头就包含着你去参观一个国家的文物制度、政教习俗。那对于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记者来讲，我们中国大陆没有政治性脱口秀啊！你敢说一句什么作风优良，什么这个能打胜仗，就抓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大陆所有的脱口秀都不是政治性的，只有台湾才有政治性脱口秀。那贺龙夜夜秀嘛，就属于台湾的政治脱口秀嘛。而这种政治脱口秀，在我看来，就属于台湾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就属于它的政教习俗的一部分。因为大陆没有，台湾有。那我到台湾去观光，我就想看这样的内容嘛，这就是我观光的目的嘛。那我观光的过程中间，我考察它，我参与，这怎么就变成工作了呢？而且他这里头讲到了，说我在台湾接受媒体邀请。这句话我个人觉得它不对，为什么呢？贺龙夜夜秀算媒体吗？不能算吧。台湾的 NCC 管得着贺龙夜夜秀吗？当年中天电视台他给调照之后，是吧？调交了他的这个媒体执照之后，那中天不就在 YouTube 上播放吗？在 YouTube 上播放的内容算媒体吗？不算呐。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播放的内容，按照台湾现在的法律来讲，算媒体的话，那你台湾你多少那个所谓的媒体，你纳入到你的 NCC 管理了吗？没有啊。你纳入到你的媒体管理吗？没有啊。所以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诉愿裁决函里说我接受媒体邀请参与节目，这就是属于扩大性解释。对于一个行政机关来讲，扩大性解释它是没有权利的，你只能按照你现有的法规。对于一个行政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呀，这是我们对这种政治权力约束的最基本的这个理念。我能做一个大街上，我都不知道他，比如说他有一个人就是拿着 YouTube 的问我，这就算是接受媒体采访了？不能这么讲吧。所以啊，在我看来，他们对我们这个诉愿的裁决是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充分的理由的。我们就拿这个具体的法规来讲，他也说不过去。当然了，我知道在台湾打官司不容易，我这个现在呢，本人呢不能去台湾，我只能在日本，所有的行为我都在台湾委托一个律师帮我们这么做啊。这中间既有空间的隔阂，因为我们没办法面对面的交流，是吧？然后呢，还面临着这各种各样的法律的这个障碍。因为我本人对台湾的行政诉讼法也不是特别熟悉，我这2天在加班加点的学习啊。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我在未来的法庭上，我不但要就着具体的这些法条来跟法官来陈述，我还要立意其实证明当时移民署对我的处罚就是政党操纵的结果。虽然说我们不能主张这种不法治平等啊，就是我犯规了，我不能要求别人犯规了，他没有处罚，你就不能处罚我。
但是台湾的法律从来不应该保护政党操纵权力的结果。行政机关不应该保证行政中立吗？民进党新闻发言人这个谴责在前，这个陆委会在询函在后，紧接着移民署对我24小时之内的闪电开查，这不就是政治在操弄整个行政机关对我进行了言论的事后追惩吗？我一直认为，我不是要求你去处罚那些法轮功的大 V， 我的理由就是我的行为本身不违法。所以我不但是在维护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在台湾这个说话的基本权利，我其实也是在维护每一个台湾人说话的基本权利。如果我的权利得不到维护，那就我说的，台湾人早晚有一天也会丧失掉这个权利。说句心里话，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大家看一下我去台湾拍摄的那些节目，我们对台湾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看到台湾能够自己通过自己的选票选举自己的政治人物，我们心中内心是充满了羡慕的。而且呢，我们对台湾也有更好的期待，期待早晚有一天中国大陆也会变成这样，台湾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也能成为中国大陆未来在民主化过程中间的经验。但是啊，我个人觉得这个裁决本身，它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粉碎了很多人对台湾的那个社会的憧憬。那么在最后一步，我就想看看台湾的司法机构可不可以超越政党的利益，可不可以在政党之外还维护台湾最基本的社会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台湾的法律。我这个官司啊，我也知道不容易打赢，所以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也有这么想法，希望那些懂台湾法律的人，你们在节目下面呢给我出主意。就依据现在我们公布的台湾的这个诉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共同来打这场官司。如果我赢了，其实你们也赢了，台湾也赢了；如果我输了，我认为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台湾也输了。那么，即便打不赢这个官司，我也不在乎。我一直认为啊，人这一生啊，总要做那么几件不计得失、不计毁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人不能永远围绕着短期利益活着，人要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的时候要为着那么一点意义活着。对我来说，我跟台湾移民署之间的官司，就是我要为着我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理想意义而做的一件事情。至于官司能不能赢，我不在意，但我仍然希望我还是能赢下这场官司。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那些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我的台湾的观众。我相信啊，其实我们只要做了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就足以留在了历史之上。好了，再见。老潼关肉夹馍，水盆羊肉，葡萄羊汤，我们要一个经典肉夹馍。饼的酥脆感啊，确实挺像老潼关肉夹馍的。永和市是吧？这是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的县市之一了。永和豆浆它现在好像是已经第3代了。已经都有迭代了哈。但是它的味道是吧，还是基本上应该都还保持着原先的味道啊。不过这油条配豆浆真的是绝配。麻烦您站在这边。哎，好嘞，好嘞。想要让你们体验一下哈。麻烦你慢慢写。好。哇，真的好粗这字。在台湾坐公车，你看做采访就得这么做，就必须你按照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你去坐他们的捷运，坐他们的公车，才能体会他们的生活。台北的夜景，哇，真的很漂亮啊！
哎，那边那个颜色那是海吗？哦，真的很漂亮啊。